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所有电子书厂家都有点讳莫如深的问题——刷新。我知道啊，很多同学一听到原理2个字，脑袋一下就大起来了。不要急，想直接抄作业的同学呢，可以直接跳到后面，我们准备了一个超详细的4大场景的优化手册，保证呢你一学就会。但是在这之前呢，请给我60秒的时间，我保证让大家呢彻底的搞懂你手里的这台电子书到底是怎么样进行刷新的。好，我们平时见到的刷新呢，直观的感受上一共有3种：全局刷新、局部刷新、快速刷新。首先，全局刷新，看就像这样子。为了让画面达到最纯净、最没有残影的一种状态，屏幕呢会强制所有的墨水离子进行一次黑白大反转。那么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的这样闪了一下，有点猛，速度呢也偏慢。但是好处是残影几乎为0，这就是为清晰度所付出的一些代价。接下来呢是局部刷新。那顾名思义啊，哪里动呢，它就刷哪里。那我们用棋盘上的棋子来做个演示，那没有动的地方呢，它就完全是不管的。那这样做呢，有2个巨大的优势。第一呢，是体感上的闪烁感呢会大大的降低；第二个呢是省电。那毕竟你只是让一部分的粒子在工作，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残影了。那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前任的一个痕迹呢，会留在屏幕上。最后呢是快速刷新。那极速模式呢、X 模式、高速模式呢，都是它的不同名称。通过高性能的硬件计算，再配合 GPU 对画面的预处理，来提高刷新的一个速度。在带有快刷独立芯片的设备上就更快了。虽然成像的逻辑上呢，跟手机、平板是不太一样的，但已经能显示出比较流畅的画面了。看视频也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呢速度非常快，但是会有一点点残影。OK， 原理搞定，现在我们进入实战环节。针对不同的 APP，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一、本地阅读，用自带阅读器看书，翻页的默认呢其实就是局刷。下面这个全局刷新怎么设置呢？其实也很简单，这是一道容忍度的一个测试题。那如果你对残影呢比较敏感，那可以把全刷的频率呢设置成5、10，让它每隔几页就来进行一次全刷大扫除，清清爽爽。如果你是天选之眼，根本看不出任何残影，你大胆的可以把它关闭掉，全程局刷，享受最安静的阅读。那如果你是终极玩家，任何刷新动画呢都嫌烦，直接拿到快速刷新，画面呢就瞬间清净了。2、第三方阅读 APP， 这类 APP 呢层级多，菜单多，又默认刷新，每次你返回的时候，屏幕都会咣咣的闪。这个时候呢就不用犹豫了，直接切换成快速刷新，你会发现整个画面呢都非常丝滑。但是注意呢，快速刷新呢是用画质来换速度的，所以你如果想全都要也可以。那进入阅读界面之后，你可以把 APP 自带的翻页动画关掉，背景颜色呢换成纯白，再切换为普通刷新。好了，那现在呢你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画质和非常利落的一个翻页效果了，完美。3呢是滚动型 APP， 以知乎为例，用默认模式刷知乎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新的逻辑。滚动刷新，你的手指滑动的时候，它会临时切换到快速模式，然后呢，保证它的流畅度。但是你手一停，它又会猛烈的再全刷一下，把所有的残影给你抹得一干二净。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急刹车的感觉，也好办，从右上角下拉，找到 Ink 中心，点更多，把拖动后自动全刷这个选项关掉。这个时候呢，松手的就变成比较温柔的局刷了。当然了，你如果对残影其实并不在乎，也可以直接上快速刷新。全程也比较丝滑，像大部分的 Box 机器已经加入了自刷新的一个技术，即使在快速刷新下，也几乎看不到什么残影。4、视频 APP， 这个呢其实并不是坏了啊，这只是在普通模式下刷新一帧的画面呢需要200到300毫秒的时间，所以呢很难不卡成 PPT， 而切换到快速刷新模式，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这时候有没有独立快刷芯片，差距就出来了。在没有独立快刷芯片的机器上，快速啊、极速、X 模式速度是上去的，但是画质呢也跟着会跳水。这时候呢，你就得在流畅度和画质之间找到一个自己能接受的一个平衡点。而像 Vox Tab 系列这种有独立快刷芯片的设备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快速、高速和极速模式呢，帧率呢其实是直接对标非 Tab 系列的 X 模式的。但是关键的一点呢是画质上几乎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妥协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追求体验的客户会直接去选择 Tab 系列的原因。那好了，关于刷新的秘密呢，今天我们就揭晓到这里。从全刷到快刷，背后呢都是技术和体验的不断博弈。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知道的问题，欢迎呢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再见。